我们从小就被灌输，只有把工作做好才能赚钱。然而，今天的故事即将颠覆这个观念。颠覆这个观念的人正是他，塞西利亚·西门尼斯。他是西班牙小镇博尔哈的居民。博尔哈位于西班牙东北部，拥有中世纪的大楼和蜿蜒小路，不过人烟罕至，绝对不是游客到西班牙旅游会选择的景点。然而，西门尼斯的一次壮举让博尔哈举世闻名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博尔哈有一间慈悲圣殿教堂，西门尼斯是这座教堂的忠实信徒。教堂古色古香，墙上有着许多壁画，其中一幅壁画名为 Ecce Homo， 看这个人，是皮拉多将戴金冠的耶稣交给众人时所说的一句话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。原画家是一位艺术教授，名叫伊利亚斯·加西亚·马丁内斯。当地居民起先并不怎么注意这幅壁画，因为这座教堂的主要部分是一座镀金的18世纪巴洛克式圣坛，壁画只算是点缀。但是多年来，由于教堂的阴冷潮湿，西门尼斯女士注意到壁画渐渐斑驳，已经失去当年的光彩。她觉得它需要被修复，避免耶稣继续受难。她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，毕竟她曾经画过一些风景画，应该没什么难度，不就是补上一些颜色罢了。来，撸起袖子，加油吧！如果你以为西门尼斯是一位修复专家，那就是你想多了。这就是西门尼斯修复的成品。这是耶稣，他怎么看都像是猴子和土豆杂交出来的外星生物。西门尼斯把失误怪在油漆的质量不好，而且他强调他还没画完。他对这项工作的诚意和热情是挺好的，然而他下的重手已经导致这幅壁画无法被修复。被他毁容的耶稣通过推特和脸书飞速传遍全世界，各种恶搞接连不断。西门尼斯还被称为破坏基督壁画的罪人，甚至激怒了原创艺术家的后代。经过几篇新闻报道之后，慈悲圣殿教堂火遍全球，人们开始蜂拥而至，大家都想来打卡这位土豆耶稣。他们甚至支付了1欧元的入场参观费。教堂原本是免费入场的，旅游景点的定位这下是实锤了。这则新闻刚开始爆出来的时候，亲属们说西门尼斯时常大哭，还拒绝进食。他觉得自己完蛋了，上帝会来审判他，请他吃土豆。由于免费宣传的效应，成千上万想看他作品的游客蜂拥而至，只有5000人口的博尔哈小镇一下成了热门景点。西门尼斯悲伤的情绪也逆转成天赐恩典的神迹。现年已经82岁的西门尼斯还被陌生游客拦在了大街上。他们不是来责备他的，他们只是想见见这位网红，想和这位大神握手致意，拍照留念。这之后，西门尼斯还获得了举办艺术展的机会。原创者的家人急了，他们对西门尼斯提起了诉讼。他们希望这幅壁画得到妥善的修复，因为这位猴子土豆耶稣实在让人难以接受。但是这一经修复，不就是在断了教堂的财路吗？事实上是断了整个小镇居民的财路。过去6年间，受经济危机的影响，镇上失去了300个工作机会。但如今，随着旅游业的增长，餐饮酒店业一直很稳定，其他的博物馆也被带动，正在盈利。附近的葡萄园主们为争夺把西门尼斯的作品印在酒标的权利，
吵得不可开交。某些居民的餐馆开始筹备分店的扩充事宜。经过多次的法律纠纷后，这位土豆耶稣被决定保留下来。法院还裁定西门尼斯可以分享博尔哈最大旅游景点49%的版权。他那拙劣的修复画作如今成了流行艺术符号。人们都只用西门尼斯女士的名字塞西利亚来称呼这幅壁画，她现在的地位就像圣母一样尊贵。每年的8月25日，西门尼斯都会接受居民的庆贺，这一天正是他为耶稣毁容的日子。这还没完，一部关于他的歌剧正在美国筹备上演，讲述一个女人如何毁掉了一幅壁画，却拯救了一座小镇的故事。这件奇葩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些小小的警示。有时被所谓的专家说你没用，并不意味着你根本没用。有时我们以为看起来很糟糕的事情，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反转。所以当灾难降临时，别过于悲观，也许奇迹很快就会降临。不过说句实话，当地居民都一致认为西门尼斯女士的画真的很丑。虽然艺术是主观的，但是当艺术和金钱扯上了关系，那么它好不好看就没那么重要了。感谢您耐心观看，我是 Johnny， 我们后会有期。